女儿高烧不退，我开着车火急火燎送女儿去医院，却不小心出了车祸。我恳求他，我有急事，咱们私了吧，我转给你10万。对方是个漂亮的年轻女孩，却颐指气使，指着我鼻子大骂：有钱了不起啊！我老公有的是钱，我现在就叫他过来，你等着。我急得差点哭出来，只好也给老公打电话，却收到老公的短信：之渊，我在跟客户谈生意，不方便接电话，我忙完就马上回家。等那年轻女孩的老公匆匆赶来，心疼地抱着她左看右看时，我却看呆了眼。这不正是方才挂断我电话，短信说在忙的老公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妈妈，我好痛！女儿的声音有气无力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玻璃破碎声把女儿从昏昏沉沉中惊醒。出车祸了，我的胸口也被安全气囊重击，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。但现在我无暇顾及自己，我挣扎着解开安全带，去后座看女儿的情况。不痛不痛，宝宝再坚持一会儿，马上就到医院了。我一边轻声安慰，一边检查女儿的身体。还好坐在儿童安全座椅，目前看来没太大问题。我心下一阵后怕，却也对撞上来的车有极大的怒气。车祸是对方恶意超车导致的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一股极大的力气把我从车里拽了出来。一抬头，我迎上了一道凶狠的目光，是超我车的那个年轻女孩。她头上破了皮，隐隐渗出血迹，没长眼啊！开车不看路，撞到人不知道过来关心一下吗？看都不看一眼，就在那装死是吧？看他蛮横，海城富豪遍地。我以为是哪家娇养的大小姐，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，我无意与她理论，一边拿手机一边说：不好意思，姑娘，我这边有急事，你看咱能不能私了？多少钱我给你？5万够吗？那女孩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翻了个白眼：有点臭钱了不起？这可是我老公送我的新车。我看了一眼，对方只是擦掉点漆的红色保时捷。那先给你转10万吧，你加我好友，电话我也留给你，后续有什么情况你再联系我。也许是见我好商量，那女孩不依不饶：你是不是看我一个小女孩好欺负？我头都磕破了，车也撞坏了，你10万块就想打发我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呢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叫我老公来，对，还要报警，你别想跑。他从挎着的小羊皮包里掏出来手机，一张嘴就是嗲嗲的茶味：老公，人家出车祸了。对，那个女人她故意撞我，你快点来，人家头都流血了，而且还头晕眼花的，再不来就见不到娇娇了。等你哦。等挂了电话，马上又恢复了趾高气昂的姿态：死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老公来了怎么收拾你。原本以为是哪家的大小姐，可这语气做派分明，像是绿茶小三。这样的女人更棘手。我知道眼前这件事估计是不能善了。我心里着急，趁着刚才他打电话的功夫，先打了120，把女儿送去医院要紧，又给老公打了几通电话，却一直没人接。那女孩见状又夸张地捂着嘴，嗤笑起来：哟，你也叫人呢？不过好像没人搭理你呀。也是，就你那人老珠黄的丑样子，能找到什么好男人？不是每个男人都像我老公这么体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底的疼痛和怒火。我知道现在不能跟他吵架，惹怒他只会耽误女儿的病情。我又气又急，向他恳求，一张嘴竟带着哭腔：小姑娘，我是真有急事，我女儿生病了，
我现在急着送她去医院，人命关天，有什么事我们待会再说好吗？行啊。听到他这句话，我心里瞬间燃起希望，正要道谢，却又被当头泼了一盆凉水。除非你给我跪下认错，我的火气蹭的就上来了。若是放在以前，我定要当场给他几巴掌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宋冠南发来的消息：知渊，我在跟客户谈生意，不方便接电话，我忙完就马上回家。从没有哪一刻，我的内心这么无助和脆弱。和宋冠南相识结婚10数年，曾经他对我几乎是有求必应，我的电话从来不会响超过5秒，他就会马上接听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是从我生了灿灿，肚子上留下了难看的妊娠纹后，还是爸爸把公司的一半生意交给他打理，让他当了总经理后，痛苦从身体深处蔓延开来，仿佛有无数的小虫子在啃噬我的心脏。忽然传来一道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声音：宝宝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头都破皮了，还流血了？老公，我的头好痛，娇娇是不是快死了？别说傻话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是谁撞的你？敢欺负我的女人，找死！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女孩子，此刻正虚弱地倒在宋冠南怀里，他一门心思都扑在那女孩身上，完全没注意到我的存在。我的脑袋轰地炸开，一颗心被狠狠地揪紧，痛得浑身都麻木起来。此刻宋冠南脸上的焦急心疼，让我想起10年前刚认识他那会，当时的他是学校的贫困生，还申请了学校的补助和助学金，课余时间在酒店给别人端盘子，却不知怎么惹了那群地痞，趁他布菜的功夫，抡起酒瓶就往他头上砸。我正好路过，推了他一把，那酒瓶就结结实实落到了我胳膊上。看见从我胳膊一滴一滴掉落的鲜血，他手足无措，急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我看着好笑，龇牙咧嘴地安慰他：不疼。记忆走马观花似的，连带着胳膊上的伤疤也开始隐隐作痛。我嘶哑着嗓音，轻轻开口叫他的名字：宋冠南。你说谁找死？听见我的声音，宋冠南的脊背肉眼可见地僵硬起来，他缓缓转过头来，有些惊慌失措：知渊，你怎么在这？看到我破碎的车头，他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：跟白娇娇撞车的是你？白娇娇见状，柔柔地开口：冠南，你们认识？他急忙松开怀里的白娇娇，双手不知道放哪，想过来拉我。白娇娇又捂着额头往他身上倒，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扶。我笑了：白娇娇是吧？这是我的合法丈夫宋冠南，他也是你老公。白娇娇恍然大悟：哦，你就是我老公嘴里那个老女人啊！我老公早就不喜欢你了，说你又老又没情趣。他抱着宋冠南的胳膊，娇嗔道：冠南最喜欢我这样的，年轻活泼，风情万种。宋冠南咬牙切齿，低声斥责道：小祖宗，你少说几句，然后过来握住我的手。老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回去给你解释。我太阳穴突突的跳，心里窝火，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。宋冠南，你女儿躺在车里高烧不退，你还在这里跟一个小三打情骂俏是吗？此刻女儿已经烧得开始说起来胡话，眼睛勉强睁开了一条缝，见宋冠南过来，弱不可闻地叫了声爸爸。我安慰了女儿几句，冷声跟宋冠南说：这些账以后再算，当务之急是先把女儿送到医院，我的车现在不能开了。白娇娇又不同意私了：你赶紧开车送女儿去医院。宋冠南连忙答应，正要把女儿抱下车时，白娇娇在一旁柔弱地开口：冠南，
我头好晕。宋冠南手上一滞，压抑着内心的情绪，一言不发，只是沉默着把去抱女儿。正在这时，白娇娇忽然倒在了地上，宋冠南再也忍不住，急忙放下女儿，跑到白娇娇身边，把她抱在怀里。我冷笑着看着她这样急得六神无主的样子，没想到她竟能为别的女人做到这种地步。正在这时，120赶到了，是谁叫的救护车？我胸口撕裂的疼，胳膊也使不上力气，赶忙上去跟护士说：“是我叫的，我女儿她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宋冠南就抱着白娇娇往担架上放。之冤，娇娇她有心脏病，可能是发病了，人命关天，她头还在流血，让她先去医院吧。我气得双眼握紧拳头，指甲嵌入掌心，双眼红得快要滴出血来。宋冠南，你到底是不是人？女儿高烧到昏迷，你居然先救这个小三！宋冠南面带愠怒，斥责道：“娇娇她头都在流血，灿灿只是发烧而已，小孩子发烧不是很正常吗？她10天半个月就要生病一次的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你再叫一辆。”见我们争执不休，护士也有些不耐起来：“你们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谁叫的车？病人需要安静休息。”他给担架上的白娇娇插上医疗设备，我呼吸一滞，急得拽她袖子：“是我女儿，我女儿发高烧。”我转过去看宋冠南：“求求你，先救女儿，实在不行，让女儿也上车，我们坐一辆。”护士有些为难：“担架只有一辆，可能要你先抱着孩子，撑得住吗？”我含泪点点头，然后转身去抱女儿上救护车。身后是宋冠南的惊慌的叫声：“护士，你快看娇娇，她好像很难受。”我顾不上她，一心只想着先把女儿抱过来。灿灿身体潮红，皮肤滚烫到几乎要灼伤我，可是我的胸口痛得使不上力气，呼吸也困难，越急越疼，越疼越急，浑身像浸在冰水里，手忍不住的发抖。我的眼泪掉下来：“灿灿，你再坚持一会，妈妈一定会救你的。”女儿已经开始高烧惊厥，紧闭的双眼不时地颤抖着，似乎在忍受极大的痛苦。我想要过去叫护士帮我一起抱女儿，一抬头却看见救护车已经不见了，耳边是渐渐远去的鸣笛声。我腿一软，差点跌倒在地上，但是现在不是崩溃的时候。这时候再重新叫一辆救护车，一来一回太慢了。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，给师傅加了100块钱，让他帮我把女儿抱到车上，尽快送我去医院。师傅十分热心肠，一边开车一边安慰：“小孩子身体都皮实着呢，别担心。我家那小子也是，天天上蹿下跳的，今天磕伤了，明天扭脚了，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发高烧42度，把我跟他妈急坏了，送到医院2天就治好了。这不，现在壮实着呢。”我鼻子一酸，没想到今天收到的第一个善意是来自陌生人，朝夕相处10数年的丈夫，甚至都没过问过我和孩子一句。到了医院，他又帮我把孩子抱到大厅，大声帮我叫医生、护士。临走，我又给他加了500，感谢他的仗义相助。女儿被送到抢救室了，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，胸口的痛意铺天盖地地涌上来，流了一头的冷汗。医生见状扶住我，看了看我脸色：“这位女士，你是不是也受伤了？”他给我做了浑身检查，拿着片子，面色沉重：“胸口多处骨折，你这个情况得立刻住院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我女儿高烧还在抢救，我现在不能住院，起码在女儿脱离危险之前，我得先守着。”见说服不了我，医生叹了口气：“那我先给你做一下紧急处理，
后续如果有任何不适，马上叫院内的护士或者医生。吃了止痛药，胸口撕裂的疼痛稍微能忍受了一点。我坐在抢救室门口焦急地等待，却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。宋冠南，你给我站住！之渊，他顿了顿，你得等会。娇娇说她饿了，我现在要先去给她买点粥喝。我气急了，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咳了几声，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。你到现在问过女儿一句吗？我和灿灿，你关心过吗？宋冠南有些不耐，小孩子经常发烧，吃点药就好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现在也到医院了，有医生在，能治好，何况还有你照顾他呢。至于你，他瞟了我一眼，从头到脚也没看到什么伤口，能有什么事？他呼吸沉重，似是忍了又忍。可是娇娇不一样，她是孤儿，她没有父母，也没有亲人关心，现在还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头也伤了。如果我不管她，她一个小女生能怎么办？她现在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。我们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把她当妹妹。她指责我，似乎真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哥哥。之渊，现在不是闹的时候，她那样称呼我也是小女孩的玩笑话，做不得真的。再说，我比她大10岁，她还在上大学呢，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脑中的弦将将崩断，心里的疼痛比身体的疼痛更甚。我跌倒在座椅上，紧紧咬住嘴唇，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。乔灿的家长在吗？急救室的灯灭了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医生，焦急地喊。我赶忙站了起来，我是乔灿的家长。他取下口罩，叹了口气，安慰我，对不起，我们尽力了。病人42°C高烧超过2个小时，已经造成严重的脑神经损伤和脑细胞死亡，没能抢救过来。我猛地抬头看他，刹那间脑子一片空白，嗡嗡作响。我扑到女儿的病床边，握住她，不可置信地叫她灿灿，我是妈妈，你再睁眼看看我。护士也面露不忍，灿灿这种高烧的情况，即使是救过来了，也极大可能会出现癫痫、痴呆等情况，这几乎是完全不可逆的，也算少受点痛苦吧。他走了出去，给我带上门，留给我们母女最后的时间。灿灿的小手已经从刚才惊人的滚烫变得微微冰凉，我声嘶力竭地叫他的名字，他却再也不能回答我。那双明亮圆溜溜的大眼也永远地闭上了。我心中充斥着疯狂的仇恨和绝望，简直要完全吞噬掉我的理智。我找到白娇娇的病房，上去就给了她狠狠的一巴掌。她得意的笑僵在嘴角，到嘴边的之渊结也吞了下去。我知道她想要跟我炫耀，可是我现在不想看到她任何虚伪的表演。我拽下她手上扎着的针头，粗暴的动作撕裂了她的血管，鲜血顺着她的手指滴落下来。她惊呼一声，对着门外凄惨地喊了一句：“冠南！”我僵硬地回头，正看到宋冠南手中滚烫的粥洒了一地。他冲过来，狠狠地把我推倒在了地上，然后惊慌地捂住白娇娇的伤口，不让血流出来。乔之渊，你疯了！白娇娇脸色苍白如纸。冠南，你不要怪之渊姐，她可能误会了什么。我浑身发抖，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是啊，我疯了。我爬起来，掐住白娇娇的脖子，指尖泛白，恨不得立刻把她掐死。女儿死的那一刻，我都疯了。是你抢了灿灿的救护车，是你害死灿灿。白娇娇脸色迅速涨红，拼命拍着我的手，断断续续喊：“冠南，救我！”宋冠南脖子爆起一道道青筋，皱着眉拉我，看我的眼神是不加掩饰的厌恶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
女儿不是送到医院了吗？你怎么能诅咒女儿死呢？你赶紧出去，别在这里发疯！我喘着粗气，松了手。白娇娇劫后余生，又惊又惧，拍着胸口，大口地呼吸着空气。冠南，我好难受。她白皙的脖颈被我捏得一片红，上面还斑驳着一道道指甲划出的血痕。我恶狠狠地盯着宋冠南，嗤笑：女儿尸体现在还躺在床上，你现在过去还能看她最后一眼？你确定还要跟这个白莲花在这里浪费时间吗？宋冠南被我疯狂的样子吓到了，将信将疑跟我到了女儿的病房。灿灿身体素质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有事？你别在这里装了，我知道你就是想跟娇娇争一时之气，但是你不能把女儿拿出来当筹码。有你这样当妈的吗？真没见过你这样恶毒的亲妈！我今天就跟你过来，看你怎么圆这个谎。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灿灿笔直地躺在床上，脸色煞白，任谁看了知道不太正常。宋冠南颤抖着伸出手，放在女儿的鼻子下面，3吸过后，他猛地抽回手，跌坐在地上，脸上瞬间褪去血色，嘴里充斥着不可置信。灿灿，怎么会？他早上还好好的，我出门的时候还很高兴地送我。我冷冷一笑，是啊，灿灿心里把你当作最好的爸爸，可是你呢？在他和别的女人之间，你却没有选他。你在灿灿心里可是最重要的人啊！可是他高烧到全身疼痛、高热惊厥的时候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在陪着白娇娇那个蠢货呀！难道你没有听见女儿在哭着叫爸爸吗？我疯狂地笑着，看着他惊恐惧怕的模样，心下又是畅快又是愤恨。白娇娇也跟了过来，看到眼前的景象，她吓得捂住嘴，过去搀扶宋冠南。灿灿真的出事了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说着，他又扭过头来指责我：知渊姐，冠南是灿灿的爸爸，他也会伤心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我的血液瞬间冲上脑门，对着他的胸口我就踹了一脚。你有什么资格在灿灿面前说话？白娇娇没防备地摔倒，她一下就捂住肚子，惊呼道：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宋冠南失了焦距的眼睛终于回神，他呆呆地问：孩子？白娇娇拉过他的手，放在自己的肚子上面。刚才医生给我做了检查，结果出来了，我竟然怀孕了，难怪会头晕呢。他羞涩地笑着，眼中满是柔情。冠南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我怀疑自己听错了，宋冠南竟然和他有了孩子。在我的灿灿死去的时候，白娇娇这个贱人竟然怀孕了。这就是你嘴里的妹妹，一起睡觉滚到床上的好妹妹。我冷笑连连，胸口像是被压了1000斤的巨石一样喘不过气来。我指着门口大声嘶吼：滚！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一对奸夫淫妇。处理完女儿的后事，把她安葬下之后，已经是2天后了。我2天2夜没合眼，拖着沉重的身体，最后回到了乔家老宅。见到我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我爸吓坏了，赶紧叫佣人把我扶到床上，问我怎么回事。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。我爸一把年纪，气得眼睛都红了，浑身都在颤抖。宋冠南这个人渣，竟然做得出来这种事，都怪爸爸当初没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让你嫁给了他，如今受了这样天大的委屈，我可如何跟你妈交代呀？提起妈妈，我早就哭干的双眼又红了起来。她从小最心疼我，最希望我幸福，可惜她没有亲眼看到我结婚和宋冠南在一起的时候。我曾经带她到妈妈的墓前，她举天发誓会一辈子对我好，没想到如今才几年，一切都物是人非了。我回握住爸爸颤抖的双手，心下酸楚，不怪爸爸，怪我。
是我识人不清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忍住头上的阵阵晕眩，交代了爸爸后面的事。我让他查清楚乔氏集团下宋冠南所有的业务以及资产，再收集一下他这些年贪污公司公款的证据。据我观察，宋冠南给那个白娇娇花了不少钱，以他每年数百万的工资，也不是养不起。但是他不可能把钱全部拿来养他，所以他一定利用职位之便，贪了公司不少钱。爸爸心疼地点了点头，渊渊放心，那畜生做下的事，我一定一件不少，全给他扒出来。这些天你就住在我这里，别回去了，省得那畜生再欺负你。你放心，他欠我们乔家的，欠我宝贝女儿的，爸爸给你讨回来。我安慰地笑了笑，爸爸，我没事，你别担心。所有事情查清楚之后，证据交给我，我想亲自处理这两个贱人。事情全部交代完毕，我终于忍不住巨大的疲惫，沉沉睡去。等我醒来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看了看时间，我竟然睡了30多个小时。手机上是10几条宋冠南的未接来电，我开了静音，没有打扰到我。肋骨处的伤已经被重新处理过，手上还吊着一瓶营养液，应该是爸爸请家庭医生给我看过。想起父亲，我被伤透的心流过一丝暖流，是靠着爱我的家人，我才能支撑到现在。所以为了女儿，我也不能倒下。床头已经放了一沓厚厚的文件，都是宋冠南这些年做的假账和贪墨公款的证据和资料。他还趁着职位之便，把白娇娇安排到了公司基层做大四实习。原本以他的学历，根本连进乔氏集团的面试的资格都没有。我冷笑着翻阅着这些文件，越看越心惊。算下来，宋冠南这几年起码贪了公司5000万。我把这些资料全部备份了一遍，移交给了法庭，然后找了律师起草离婚协议书寄给宋冠南。我发消息给他，我们离婚吧。那边秒回语音电话，之渊，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，我知道错了，这些年是我的不对，我跟白娇娇断了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我打断他，我不是跟你叙旧的，宋冠南，离婚也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我会起诉离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迅速挂断了电话。这个男人的声音，我甚至听到都会觉得难以忍受，可是他却并没有放弃，甚至找上了门。看着跪在眼前的男人，我觉得无比恶心。爸爸本来想把他赶出去，说怕我见了他又伤心不说，更怕我一时心软。但是有些事情总要说清楚，还是一次解决的好。之渊，我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原谅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宋冠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跪在我的脚边，像一条狗，完全不复平常在乔氏集团内清冷交金的贵气形象。可你对白娇娇确实好得很呢，保时捷。呵，我轻笑一声，你送他的比我开的车都好。宋冠南往前爬了爬，忙不迭道：之渊，你喜欢的话，我也可以送你1辆，不，3辆、5辆都可以。我一脚踢开他。宋冠南，你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你的地位，你的钱财，你的一切都是我乔家给你的，我想要什么可以自己买，用得着你拿着我的钱讨好我？你脑子没坏吧？这句话好像一下子戳中了宋冠南的痛处，他眼中戾气一闪而过，抬头紧紧看着我，一字一顿：乔之渊，你总是这样高高在上，我在你家总是要低声下气地哄着你，就连生的女儿也要随你的姓。你都不知道我在老家被多少人耻笑这件事，连带着我妈也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。这些年我为乔氏付出了多少，你看不到吗？
为什么你轻易一句话就可以抹杀掉我全部的努力？就是因为你这样强势，这样高贵，我才会喜欢上白娇娇。她跟你不一样，她柔弱娇小，我从没见过她这样的女孩。她的全世界都是我，在她那里，我得到的满足比在你这里多得多。闻言，我早已死去的心还是泛过一阵酸楚。原来我自以为的，她这么多年对我的宠爱和顺从，竟会让他觉得是低声下气和耻辱，是吗？我语气平淡的，就好像在谈论今天的天气。你的努力就是贪污公司5000多万的公款吗？宋冠南声音颤抖。你都知道了，若我不强势，力排众议，在乔氏那几个老油条的眼皮底下，你以为你当得上宋总？我声音愈来愈厉。没有我乔家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小公司拿着几千块的薪水，连你妈的医药费都付不起。提起在乡下养病的年迈母亲，宋冠南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坐在地上，他惊惶地看着我，语气满是哀求。之渊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从没想过离婚，我还是爱你的。好啊，我静静地说，只要你让白娇娇把孩子打掉，从此和他断绝一切关系，再把他花我们乔氏的钱全部还回来，我就既往不咎。宋冠南眼睛瞬间亮了起来，忙不迭道：我马上就去办。等他走后，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爸爸叹了口气：渊渊，不可呀，不能原谅。我冲爸爸笑了笑，放心，我绝对不可能原谅他的，他欠灿灿的还没有还清呢。我声音轻轻的，像是索命的恶鬼。宋冠南动作很快，没2天就给我发消息：之渊，我已经全部处理完了，再也没有什么能阻碍在我们中间了。顺便还附上了白娇娇躺在医院的图片，以及和他断开联系的聊天记录和拉黑截图。我回答说：好，那就该处理咱俩的事情了。宋冠南直接打电话过来，好像急得多1秒都等不了。之渊，你什么意思？你那天不是说愿意跟我和好？宋冠南，你真的很天真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和白娇娇害死了灿灿，我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你们？我嗤笑，你贪污的证据我已经全部交到法院了，等着收传唤书吧，我一定会告到底。宋冠南被吓到了，每天跑到我家门口跪下认错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雷打不动。短短几天，似乎苍老了10岁，再也不是在乔氏意气风发的宋总了。见我从来不开门，他又变着法的给我送东西，有时候是一大束花，有时候是亲手做的饭，甚至还送来一些小手工。那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他经常送我的东西。那时候我还是憧憬着情爱的女大学生，被他感动得一塌糊涂。他想借着这些唤起我们曾经美好的回忆，企图挽回我。可是经历了这么多，我再也不是会被这些廉价的付出所感动的20岁的小女生了。我终于打开了门，她的头发多日不打理，已经乱得不成样子，胡茬也长满了下巴，整个人透着颓废与疲惫。看到我，宋冠南的眼睛亮了亮，张口委屈地叫我之渊。我打开他带来的饭盒，里面是一些我平时爱吃的菜。他献宝似的说，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可怜的宋冠南还寄希望于我会心疼他故意装出来的惨状，像过去10年那样对他容忍谦让。可经过女儿这件事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真实面目，再也不会被他的伪装所欺骗了。在他期待的眼神中，我端起菜，从他的头上一股脑浇下去。你真的很虚伪，很恶心。大门又再一次关上，这次宋冠南没有离开。佣人告诉我，他已经不吃不喝，
在门口坐了整整2天。我叫佣人把他打发走，实在不行就叫保安来强行把他拽走，再不济报警说他骚扰也行。佣人应了一声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刺耳的尖叫声，是白娇娇。她披散着头发，衣服也脏脏的，看起来比宋冠南更没有人样。白娇娇的眼中是我熟悉的、感同身受的恨意和屈辱。她和宋冠南厮打在一起，嘴里怒骂：“你这个渣男！你说你爱我，要娶我，把我骗得团团转。我为了你，我当小三，我还怀了你的孩子。可你呢？”她指着我，笑得癫狂：“你为了他，让我打掉孩子，还把我从乔氏赶了出去，甚至找人去学校败坏我的名声。你好狠啊，宋冠南！”我静静地看着她，这个活在欺骗中的年轻女孩，可恨可悲，但我不觉得她可怜，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。她用那双想要吃人的双眼对上宋冠南的脸。你知道吗？医生说我伤了身子，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，学校也把我开除了。我辛辛苦苦努力学习了10几年，全部泡汤了。你就是个骗子，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呢？原本我也只是个单纯清澈的大学生而已。宋冠南眼神呆滞，头上的饭菜早已发馊发臭，弥漫着难闻的气味，脑子似乎已经有些问题了，嘴里喃喃道：“知渊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我们的灿灿。”白娇娇猩红着眼，从怀里掏出一把刀子，一下子刺进去宋冠南的胸膛。你毁了我一辈子，也杀了我们的孩子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竟然还在念叨乔知渊那个女人。他哈哈大笑，一刀一刀反复刺进宋冠南的身体，宣泄着内心的愤恨。你活该妻离子散，被女人抛弃，死女儿！我让管家和佣人把他们拉开，又让他们把白娇娇暴打了一顿。要杀宋冠南，我管不着，但是我不想在他嘴里听见灿灿，他不配提灿灿。他被打得口吐血沫，说不出话来。一旁是早已经冷掉的宋冠南千疮百孔的尸体，腥臭的鲜血流了一地。警察接到我们的报案赶过来，我向他们讲述了案子的经过，又提供了白娇娇杀害宋冠南的录像。白娇娇直接被带走了。没一会，宋冠南的尸体和留下的血污也被清理干净。再次见到白娇娇是在本市的新闻频道上，她双手带着铁铐，站在镜头面前，精神有些疯疯癫癫的，嘴里还是对宋冠南骂骂咧咧的诅咒，充斥着对他的恨意。而宋冠南年迈的母亲听说因为续不上天价的药，也死在了榻上。据说被邻居发现的时候，尸体都臭了。我终于回到了正常的人生轨迹，乔氏集团的坏账也全部清理完毕，回收了宋冠南的全部资产之后，平下了一部分账。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乔氏的生意中，也搬到了老宅，重新和爸爸住在一起。这辈子我没能照顾好自己和孩子，让老人担心，觉得愧对父母，也愧对灿灿。余生我只想好好的陪伴家人，报答父母的恩情。灿灿的墓就埋在母亲旁边，他们婆孙2个挨着，就再也不会孤孤单单了。而对于灿灿，这辈子我没照顾好她，希望下辈子她还愿意做我的女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